样貌恐怖黄金四目的方相氏为什么是古代驱逐异鬼的大神？他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咱们今天的故事还要从一场拍卖会开始说起。2017年，一场名为温玉生辉松竹堂珍藏玉器的专场拍卖会上，一件标注为唐代的白玉神人佩居然以300多万港币的高价成交。而在拍卖会开始之前，玉佩的主人曾以8万元的开价准备出售它，但却无人问津。这件白玉神人佩高仅有4厘米，白玉质地，在仔细端详之下，人物面部表情狰狞，獠牙外露，怒发冲冠。人物姿态呈现扭身单腿盘跪，双手如鸟爪，左手扶于右膝，腰部缠有一腰带，自头顶中央有一个圆孔穿贯至底，用来穿绳佩戴。这件看似朴拙的玉佩之所以能拍出高价，是因为有人认为这件白玉质地的神人是远古时专门驱逐异鬼的方相氏。通过这件玉器，我们还看不太清楚这个所谓方相氏的样貌，不过另一件1800多年前的文物则能让我们一窥这位神人的芳容。1972年，山东临沂白庄出土了一块画像石，其上所描绘的面貌狰狞的神怪一般被认为就是方相氏。画像石上刻画了一位敦立的半人半兽的神怪，他双目圆睁，张着血盆大口，牙齿清晰可见。神怪有着一对圆圆的耳朵，很像我们现在常见的熊。他头顶着一只强弩，左右手分别拿着一柄叉子和一把斧头，腰间的左右两边还各别着一把类似刀或者棍棒的武器，胸前似乎还穿戴有一副龟壳一样的盔甲，一双脚很像鸟类的利爪。这幅画像石的年代为东汉晚期桓灵时期，约公元147到189年，距今已经1800多年。无独有偶，1954年发现于山东临沂沂南县北寨村的沂南北寨汉墓，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代画像石墓之一，被誉为镌刻在石头上的汉代生活百科全书。墓中同样出土了一副方相氏的画像石，画像石上的神怪同样是双目圆睁，张着血盆大口，头上顶着一只强弩，双手以及双脚各拿着一只类似刀剑或戈的武器，胸前带着一副圆形有菱形格纹的盾牌，四肢还长满了长长的鬃毛。这位方相氏还率领着12个形貌恐怖的神怪，他们的身份我们稍后会详细介绍，似乎正在抓捕一些奇形怪状的鬼怪。这两处汉代的画像石虽然并非完全相同，但可谓大同小异，很多细节只是略有差别，可见这个神怪的形象并非古人毫无逻辑的胡编乱造，可谓是有章可循。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样貌可怖的方相氏又究竟是何方神圣？方相氏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备的著作《周礼》。《周礼下官方相氏》中的原文是这么说的：方相氏长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长，直戈扬盾，率百力而食挪，以所食驱役。大意是说，方相氏身披熊皮，戴着有4只金色眼睛的面具，他身穿黑色上衣，红色下长，手持长戈，举起盾牌，率领上百名随从按时举行挪移，在皇宫里四处搜索，以驱除异鬼。所谓挪，是远古时期一种重要的驱鬼逐疫、攘灾纳吉的祭祀仪式。根据《礼记乐令》中的记载，周代时一年要举行3次重要的挪祭，其一是仲秋举行的天子挪，专为周王举行；其二是季春的国挪，由周王与诸侯共同举行；其三是季冬时全民性的挪祭，全国上下都要参与，称为大挪。其中规模最大、参与范围最广的大挪仪式中的主角就是方相氏。关于大挪仪式的具体内容，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原文的大意是这样的：在腊祭的前一天，要举行名为大挪的仪式，也叫逐疫。先要挑选120名年龄在10岁以上、12岁以下的宦官子弟作为娼子，他们都头戴红色包头巾，身穿黑色衣服，手持巨大的拨浪鼓。扮演方相氏的人则要戴着黄金四目的面具，身披熊皮，穿黑上衣，红下长，一手持戈，一手扬盾。还有12个人扮演神兽，他们穿着毛皮衣服，头戴兽角。挪移由宦官们具体操办，由戎从仆射率领，在皇宫中驱赶异鬼。入夜时分，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琳郎等朝中大臣们集合，各司其职，都头戴红巾，在殿阶两旁护卫。等到皇帝的车驾来到前殿时，黄门令就会启奏说，娼子们已经准备妥当，请允许开始着役。得到皇帝的允许之后，在宦官的领唱之下，娼子们齐声应和并唱道：
甲座吃掉凶邪，囚卫吃掉老虎，熊伯吃掉鬼魅，藤简吃掉不祥，懒猪吃掉灾祸，伯奇吃掉噩梦，强梁和祖明一起吃掉受肢解而死的寄生之鬼，尾随吃掉祸患官事，错断吃掉巨大灾害，穷奇和藤庚一起吃掉毒蛊。我们总共派遣这12位神奇去追逐凶恶的鬼怪，烧毁你们的躯体，折断你们的枝干，肢解你们的肌肉，抽出你们的肺肠。你们若还不赶快离开，随后而来的神兽们就会把你们当作食物。唱完之后，方相氏就和12神兽一起跳起舞蹈，他们高声呼喊，在宫殿前后各个角落来回巡查3遍，然后手持火把将异鬼送出皇宫的端门。端门外的骑士们接过火把，以接力的方式传递出宫。到了司马阙门，再由门外的五营骑士接过火把，最终将火把扔进洛水中，象征着异鬼被彻底驱除。等到上述的仪式完成后，中央各官府和地方郡县也都以木刻的面具和兽形作为傩师的引导，并安设桃木人、门神和芦苇绳索等辟邪物。等这一切都完成，在殿阶上执勤的官员才会散去。最后，皇帝还会将仪式中用过的芦苇戟和桃木杖赏赐给公、卿、将军、诸侯等高级官员。至此，完整的大挪仪式才算彻底结束。仪式中所说的甲座、囚卫、熊伯等12神兽，就是前面提到的北寨汉墓画像石中方相氏所率领的12位神怪，其中居然还有上古4凶之一的穷奇。他们食性单一，专门吃掉各自对应的异鬼，基本上涵括了古人所知道的与公事有关的异鬼类型。北寨汉墓画像石中那些奇形怪状的鬼怪，描绘的就是这些被神兽吃掉的异鬼。方相氏也有其专食的异鬼，这个我们稍后也会详细说到。之所以我们能在墓葬中看到方相氏的形象，是因为除了身为大挪中驱逐异鬼的首席执行官之外，方相氏还有另一项重要的职责。周礼下官方相氏中还说，方相氏大丧，先驱极木入矿，以歌姬饲育，驱方良。在人间最高级别的葬礼，只有帝王和皇后死后才能享有的大丧，其仪式过程中，方相氏会走在丧葬队伍的最前列，引导队伍向墓地进发。在逝者进入墓中之前，方相氏还要对墓中的鬼怪进行驱离。关于这一点，东汉的风俗通义做了解释，原文是这样说的：周礼方相氏葬日入矿，欧往相，往相好食亡者肝脑。远古时候的人们认为，在草木山石众多的野外存在一种草泽木石之怪，被称为往相，也被叫做王两或者方良。传说这种鬼怪喜好以逝者遗体的肝脏和大脑为食，所以为了避免逝者的肉体被他们破坏，在丧葬仪式中需要请方相氏进入墓矿，通过暴力殴击的方式加以驱逐。根据周礼所说，方相氏会在墓框里用戈击打4个角落，驱逐躲在4处的方良。这就是为什么在汉代墓葬画像石中的方相氏常常手持着类似戈或者刀剑等各种武器的原因所在。方相氏的神话原型究竟是什么，一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周礼中说，方相氏狂夫4人。何谓狂夫呢？在诗经齐风中有一句折柳反哺，狂夫句句中提到了狂夫，结合上下文可知，是指态度凶狠、行为急躁蛮横的监督者。句句是瞪着眼惊视、令人生畏的样子，表现的是监督者严厉监视的神情。大连怪认为，周礼所说方相是狂夫4人中的狂夫，也有类似的含义。所谓方相，方字很可能通的是放，而放相从字面来拆解的话，有容貌神情丑陋放肆的意思。那么如果把方相和狂夫结合在一起，就有了和狂夫句句几乎相同的意思，样貌丑陋、态度凶狠、令人生畏的监督者。所以周代这位大挪仪式中驱鬼逐役的 C 位大神，可能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神话人物原型，而只是周代的一种由4个人担任的官职。不过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必须具备一种特质，那就是要长得凶狠丑陋，令人生畏。这种样貌特质又影响了后世另一位捉鬼的大神，这个我们稍后也会说到。长蒙熊皮、黄金四目是方相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之所以要披熊皮，自然来自于华夏上古熊皮巫医的传统，这就是另一个古老而复杂的话题了，我们以后单独再说。黄金四目被认为是方相氏用来驱逐异鬼的重要法器之一，黄金赋予方相氏破除阴暗的神力，正所谓黄者中之色，金则刚而明，刚中而明，足以察见隐匿而治之也。而四目一般认为是眼观四方，无邪不现，能见四方幽暗之物的具象化。
其实在华夏神话中，眼睛总是与某些特殊的神力有着直接的联系。古老的氐人所崇拜的三眼山神，就是在额头上有着第三只眼睛。氐族先民一直有着擎额为天的古老习俗，具体而言，就是用刀在额头正中割出一个纵向的伤口，然后在伤口里涂上黑墨。伤口愈合以后，黑墨会长进肉中，形成永久的痕迹，就像一个竖起来的眼睛，也被人们称为天眼。传说如果拥有了第三只眼睛，就具备了和天神沟通的能力。所以白马氐人在被称为扎山的古老祭山仪式中，主持人细工会用斧头在额头的位置割开一个口子，以获得能够和山神沟通的天眼。传说上古造字的仓颉也有非同寻常的眼睛。论衡古象中说，仓颉四目，为皇帝史官。高佑著《淮南子·修务训》中则说道，仓颉生而献鸟迹，知著书，故曰颉，四目，通于神明。拥有四只眼睛的仓颉观察天上星宿的分布，地上山川脉络的走向，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从而描摹绘写并创造出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而上古传说中帮助皇帝描绘出了那部著名的华夏鬼怪百科全书《白泽图》，从而诅咒封困天地之间鬼怪精灵的白泽，是华夏神话中降妖除魔的不二神兽。他不仅在额头上多出了一只眼睛，在肋下更是还有3只眼睛，浑身上下有多达6只眼睛。恐怕白泽就是依靠这些眼睛来辨识天下所有的妖魔鬼怪。关于白泽的详细内容，大脸怪曾经发布过视频详细介绍过，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主页观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方相氏是在周代时突然出现的，是彼时官方最大规模挪移的不二主角。到了汉代，方相氏仍旧是官方挪移的主角，但是由于12神兽以及黄门昌子等一众配角的加入，他的戏份已经被削减了不少，职责重心开始向丧葬仪式转移。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官方的挪移制度开始出现松动，但北齐时继承了东汉的挪制，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方相氏摇摇欲坠的地位才稍稍得以保全。到了隋代，方相氏的地位进一步下降。隋书《礼仪志3》中说，宫人22人，其一人方相氏，黄金4目，蒙熊皮，玄衣朱裳，直戈杨盾。曾经挪移中不二的主角方相氏，此时已经沦为归属乐官类的22名宫人之一。虽然扮相依旧，但是戏份已经在朝着龙套的方向徐徐迈进。唐初时，方相氏基本维持了隋代时的地位，但是好景不长，唐玄宗的一个梦让另一位捉鬼的大神横空出世，这也标志着方相氏的彻底陨落。这位大神就是大名鼎鼎的钟馗。钟馗起源自远古挪移中大巫手中的法器钟馗，至晚在商晚期时就出现在挪移中。由于方相氏在周朝的突然出现，钟馗自此销声匿迹，直到南北朝时期才重新被具象成叫做钟馗的人物，并出现在西北地区的民间挪移中。唐玄宗一朝因玄宗梦钟馗的故事，开始取代方相氏被确定为官方挪移的新任主角。关于钟馗的更多内容，大脸怪在往期视频中详细介绍过，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主页观看。敦煌写本除夕钟馗驱挪文中，自称是钟馗的表演者们被叫做10万熊皮，和方相氏的掌蒙熊皮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后世流传中钟馗的样貌丑陋而凶恶，恐怕也是来自方相氏狂夫方相的遗传，所以钟馗形象的演变过程中明显存在方相氏的痕迹。陨落的方相氏却并未就此湮灭，不久以后，他就将以另一个身份重新登上神话历史舞台。周代至汉代时，方相氏只能在天子级别的葬礼大丧中使用，到了北齐时，放宽到从3品以上官员的葬礼就可以使用，隋朝时进一步放宽到4品以上，到了唐代时已放宽到5品。宋以后，民间葬礼中方相氏都已经开始普遍出现，并逐渐演变为以竹子制成的假人替代，作为葬礼的先导。在葬俗中，方相氏虽然也经历了从天花板到草根的陨落，但是因为被民间所接受，反倒让他以另一种身份得到了重生——开路神。明代学者刘元清的《贤义编》中说，方相氏葬日用以为先导，谓之开路神，其形魁伟，发须张黄，名曰显道神，亦曰阡陌将军。在举行葬礼那天，用方相氏作为队伍的前导，称之为开路神。他的形象魁梧高大，头发和胡须都极其张扬，又被叫做显道神和阡陌将军。
而在明代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方相氏又被一劈为二，异化成了一对亲兄弟。书中说，方相和方弼都是商朝纣王的武将，方弼身高3丈6尺，方相身高3丈4尺，两人都是红脸四眼，勇猛和力气都超过常人。因为纣王的太子殷郊、殷红触怒了他们的父王，纣王下令诛杀他们，方弼、方相便背着2位太子逃跑，一天能走30里。等到周朝攻克商朝之后，姜子牙敕封方弼为显道神，敕封方相为开路神。从此以后，方弼、方相渐渐替代了方相氏，在明清广为流传。清代的《聊斋志异》卷7在写到金和尚的葬礼时说，用纸张和硬壳制作方弼、方相的巨大神像，身穿黑袍，头戴金盔，神像内部横着木架，让活人钻进去扛着行走，还是有机关可以转动，胡须眉毛随之飞舞，眼睛闪烁发光，好像要大声呼喝的样子。观看的人又惊又怕，有些小孩远远望见就会吓得哭着跑开。可见到了清朝时，《封神演义》所创造的这2个人物已经在葬仪中替代了方相氏，并被民间广为接受，这何尝不是方相氏在历经陨落之后的再次重生？从元代开始，官方的挪移渐渐走向了历史舞台，逐渐由严肃的国家礼制向愚人化、世俗化方向发展，变成了另一种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傩戏。而这种傩戏居然历经了上千年的时光磨砺，奇迹般的保存到了今天。在今天的江西赣南、东起婺源、西达萍乡的半月形地带，更以府河流域的南丰、乐安、广昌为代表的地区，至今留存有以驱逐异鬼为主题的傩戏，被称为赣傩。开山是南丰石油村跳傩的开场节目，所谓开山就是傩戏中的神的名字。他半人半兽，头戴狰狞面具，手持大斧作为法器。仪式中，开山会随着紧凑的鼓点声四面劈砍，并配合跳蹲等步伐，舞姿粗犷勇悍。有了大傩班也称开山为开路神。没错，他就是我们视频的主角方相氏演变到现代的化身。开山的半人半兽形象正如方相氏的掌蒙熊皮，他手持大斧四面劈砍，也印证了方相氏的以戈击四域，驱方良。开山在傩仪中的作用是驱逐异鬼，而这恰恰是方相氏从周代诞生起，历经数千年都未曾改变过的神格。方相氏在近3000年前取代了钟馗，成为官方的傩仪大神，但到了唐代中晚期时又被钟馗取代，他化身为民间的开路神，与钟馗一起成为华夏近古神话中驱逐异鬼最重要的2个神话人物，他们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一段妙不可言的神话乐章。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下期再见。